swear any cosplay is? ゲームボーイ専用ソフト。众所周知 ，Game Boy 是任天堂在1989年发售的掌上游戏机，当年的售价大概是90美元。要知道，当时大陆家里面有电视机的人家都不多，所以的话，又有多少家长会舍得花这么多钱给小孩子玩，买一个这种不学好的玩具呢？所以我是大概小学5、6年级的时候才见到班里面的万元户同学玩上了 GB Lite。当然啦，当时我家的情况没有那么富裕嘛，所以的话就只能看着流口水咯。所以现在，我就发觉我自己对 Game Boy 有一种非常变态的想要拥有的执念，所以呢，现在就有了这个 project， 等等等等，树莓派自制 Game Boy， 它有 ARM 的核心，1G 赫兹，可以模拟大部分的8到16位的游戏机。还有高速 SPI 屏，320×240的分辨率，以及无线连接，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是怎么样一个制作过程吧。一切都开始于 YouTube 这个邪恶的地方。我看到有 blog， 博主他们做那个树莓派的那个自制 Game Boy 的那个 project， 然后看上去好像也不是太难嘛，所以就稍微做了一下 research。基本的样子的话，应该是就是买到那种 Game Boy 的厚的Game Boy 主机外壳，然后经过稍微的加工，然后再放上那个新的按键板，还有树莓派，这样的话，然后它会有一个比较自由度比较高的那个 RetroPie 的那个 system， 然后就可以模拟很多很多的游戏机。但是如果是在国外买的那些配件的话，感觉都很贵。所以的话，我当然就依靠国内的淘宝和闲鱼啦。淘宝上面的这个卖家好像比较少，所以一般都是在闲鱼上面的。因为闲鱼上可能它不用提供太多的那些 warranty 啊或者 return 啊这种的东西啦。所以我就找了一个看起来还比较靠谱的卖家。然后在他们家的店里面订了一整套的外壳，他帮你加工好那个外壳，还给你打印了2个那个小的 bracket。然后这样子的话，照理来说就是装起来以后，差不多是可以装起来一整套了。里面最主要的就是那个外壳，然后再加上按键板，然后跟屏幕，这3样东西最重要。当然了，跟普通的淘宝购物差不多，就是它能提供的技术指导其实是很少的。它给了我一个那个视频的教程，是教你怎么连线的，然后还有一个论坛里面的一篇帖子。但是实际上，因为它这个用的那个派版型和我用的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是搞到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好在我又找到了一些那个YouTube 上其他的博主放的视频，然后那个会比较接近于我的 project， 所以的话就总结一下，找到了正确的连接方式。首先就是知道各个板是干什么的了，然后就差不多是根据这个图的这样子的方式去连接各个板子。主要就是派到那个按键板，然后到 hub， 然后再到那个音量控制，还有屏幕这些东西，之后会慢慢仔细讲。这就是我收到的所有配件，然后那个按键板我是已经先装到那个正面的壳子里面去了。然后你看后面的背板还需要稍微再加工一点，要磨掉一些东西。然后它上面有6个按键，然后这是那块 SPI 的屏幕。这个的优点就是说你不用再用那个控制板，直接就连到 GPIO 的接口上就可以了。这是那个连接线，
它就直接是用 GPIO 控制这个显示屏显示的。然后这个是 Pi， 之前我用那个其他的散的线把它连过，但是不满意又拆掉了。然后做这个 project 我还稍微学了一下 FreeCAD， 之前完全没有用过，现在的话就稍微还能做一些简单的建模。这是我做的那个背板的模型，因为我要把那个屏幕固定到这个背板里面去。这是用来 hold 那个 charging port 的。然后还买了一个 3D printer， 是为了打里面的那个塑料的那个结构件。整个的开销实在太大了。这就是 3D printer 里面打出来的那个液晶背板。这样子的话，我就用那个把那个液晶整个放在里面，然后固定到它那个屏幕的框上面去。因为那个原来的屏幕是很小的，所以已经被它用那个稍微加工了，然后把那个整个屏幕的框体放大到3.5寸屏幕能显示的那个范围里面。我就这样子的话，那个屏幕的框就会被我粘到那个现在贴了双面胶的那圈地方，然后整个插进去是刚刚好的。然后这是一块那个卖家送的那个 USB hub， 等于说你从 Pi 里面分出来的线经过这个 hub， 你可以连接再多大概4个 USB device。然后整个这样子，如果按照我的设计的话，因为原先屏幕四周的那个地方是有后壳的那个螺丝孔位的，因为被打磨掉之后，它就没有地方可以锁住它的外壳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做一个背板的壳，可以让它整个结构更加的坚固一点。现在就开始连接线了。这个是一个带电位器的那个音量控制板，然后上面还有一个 USB 外接的标准 USB 口。这样子的话，我又做了另外一个小背板，这样子的话，把所有的空间都利用起来了。这是那个 Pi Zero W， 整个其实 Pi 都是一样了。这是他们的标准的 GPIO 的那个 pin 口。这是 Pi Zero 的那个 USB pin out， 在主板的下面。先来处理这个 USB hub， 因为之前有那个老的锡，所以要把它先清干净。然后再开始接线。因为是我还有一点点完美主义，所以要把那个线稍微切到刚刚好那样子，因为这样子否则的话机器里面的线会很乱，我比较讨厌那样。清好了以后，然后我就把那个线都 organize 好，然后用这个就是等于是过孔焊这样子吧，就把线先拖到这边另外一面，然后把它整个焊进去，焊下去，然后再把多余的那个线头剪掉，这样会比较干净一点。然后再接着处理其他的那个线头，这边我就不多放了，因为其他都是一样了，就是先焊好，然后再焊到Pi上面去。这是等于3个引出的全部都准备好了。hub 放在这个位置，因为这边正好有空位，然后这样有等于1进2出。现在再来处理那个SPI 屏幕的 GPIO 输入，因为原来是这种散的线，然后我嫌它
弄完之后一团糟，所以就买了这种排线，再把它重新焊一遍。这个 GPIO 的那个板子还蛮好焊的，因为它那个在那个焊点的附近它都有标，你要连到哪一个那个 GPIO 的 pin 上面去，所以就连好这一边，然后之后你再把它跟对应的那个 GPIO 输出连接上面焊好了就可以了。然后我就试验一下说，是不是可以正常显示？这个正常显示的话呢，那个如果是直接安装了 RachaelPie 的原始的那个镜像的话，它是不会有显示在那个 SPI 屏幕上面的。就是如果你要显示在 SPI 屏幕的话，你要在里面要装它的那个 SPI 屏幕的驱动。这个的话，我也是参考了一些其他的文章。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把那个文章的链接贴出来，然后大家可以自行去参考一下。如果要做类似的东西的话，都搞定了以后，就开始搞其他的部分啦。现在是要把线头先拨一下，因为它这个线，我觉得拨线头不是很好拨。我现在的处理方式就是说，先用那个拨线器的刀口先稍微 cut 一下，然后再用那个弯嘴的镊子，然后一拔，它就会把那个塑胶皮全部拔掉，然后也不会伤到里面的那个铜丝。我觉得这个方法后来的话，我就处理速度就快了很多。然后拨完了这个的部分的话，我会先给那个线头上面上一点锡，这样子画之后。它就是一整条了嘛，然后塞到那个孔位的时候更容易更容易穿过去，然后焊接也更方便。我会喜欢在那个焊点那个方面稍微放一点那个 flux， 然后之后的话就烙铁上面有锡的话一烫，然后这个就是很完美的就焊上去了。音频控制那个电位器那块板子已经焊好了，那个 USB 的那个接口部分已经焊好了，然后我就把那个下面的垫着的那块结构板先给它固定上去，上面先用胶水把它粘一粘，然后在上面有4个螺丝孔位，然后直接可以固定到那个液晶背板的后面去的。这样子的话，我觉得结构应该算是还蛮稳定的了。
接下来就是要把那个 charging port 那块板子也给固定起来，也是一样。我都是预留的那个螺丝孔位在那个液晶背板后面，这样子的话，胶水加螺丝结构就应该算是还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要把那个电位器那块板子稍微先固定在那个结构板的上面，但是因为我只留了2个螺丝孔位，而且那个电位板上面本身没有那个螺丝孔位，所以先用胶水把它粘一粘。现在就是要焊那个电位器的5根线，焊了这个到那个按键板上面之后呢，这个就可以控制那个 speaker 的那个音量大小。测试了，这个还是 OK 的，但是基本上你是要把音量放到最大了，然后它的那个音量才稍微合适一点。如果太低的话，就感觉好像听不到声音一样。我觉得我这样子安排这个位置的话，还算比较合理一点吧。因为这样子的话，电位器的5根线基本上就是靠在一起的，线会归纳的比较好。现在要来焊那个派的那个音频输出。因为这个 Pi Zero W 的话，它本身没有那个耳机孔，所以的话它本身没有模拟音频的输出，所以的话你要通过 GPIO 去实现这个音频输出。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你现在是先把那个相对应的GPIO 的 pin out 那个地方先用线连起来，但是跟那个液晶显示是一样，你也是要通过之后去设置，系统设置里面要去把它改成增加相应的音频输出嘛，因为你要把那个要告诉这个派，让它声音一定要从这个 GPIO 这个3个 point 这边输出，否则的话它是没有声音的。这个也是那个我在 Google 上面 research 出来的，反正如果有人需要相关的资料的话，我都会把它的 link 放出来了。音频的话，反正就只有3根线，很简单的。现在就开始焊那个最后的东西了，电池接口。我是想要把那个电池拖到那个电池仓里面去的，然后我想要稍微可以插拔的那种，否则的话，万一电池有问题的话，你又不可以把它马上用烙铁把它解焊。插拔的话，到时候万一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拔掉就好了。这样子 OK 了。整个的东西密合度还算可以，除了那个 charging port 那个地方的话，露出了比较多的那个黄色部分，其他的好像都还 OK， 算比较完美的那个契合了。OK， 成功开机了 ，Project 初步成功。终于这个东西就已经焊的差不多了。这样子的话，等于我自己给它做了一个背板，然后液晶被固定在那个背板里面，然后这样子的话，然后线再从背板里面稍微有一点点 organize 出来，连到这个
Pi Zero 上面，这边是音频，然后那个是连到屏幕上面的 SPI 的那个视频输出，然后这边是那个 Charging Port 的东西，然后这个下面有一个USB Hub 再连到这个上面，然后在 Hub 上面再分出一个到这个 USB 的手柄上面，这个是开关，这个是之后要接那个电池用的，因为我现在还没有那个合适尺寸的电池，所以的话这个就留到之后再弄。反正现在可以插在这个电源线上，电源线插好以后，直接有电可以到这个主板上面，然后这样的话，然后这个是音频调节音量的。之后的话还会想要把这个 Micro SD 延长出来，延长到这个卡带的位置，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更完美一点。然后 HDMI 也是要想把它延长到卡带上面去，这个是我先把它胶水粘到上面去了。然后这个上面的话，等于原机的这个几个固定螺丝孔位的开孔下面都有对应的这个东西在这里。OK， 这个就打好了。我看，因为我的 3D 打印机是比较入门嘛，然后就打出来就是像这样子，还不够细，所以的话还得再搓一搓，修整一下。OK， 稍微搓了一下，应该就是我想要的东西了。这个的话，因为它原来那个孔位的话是被我搓掉了嘛，搓掉了的话。然后我现在想要做到的是，这个电池仓我用那种14500的那种，就是体积上和5号电池是一样的充电离电，那样子的话，我想原来电池仓就可以完全做到一样了。然后但是要并联嘛，并联的话，到时候这些东西都要拆掉，然后再重新把电池的那个位置要布置一下，然后就 OK 了，应该是。你看这样子的话，放电池进去以后，它是不阻挡到它那个电池的位置的。这样子的话，应该就满足我的设计了。一切弄完之后，就开始 copy ROM 到那个机器里面去了。因为这个是 Pi Zero W， 所以 W 的话它是有带 WiFi 的。连好你自己的 WiFi network 之后呢，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网盘，然后这样子的话就直接复制粘贴到你那个网盘里面去就可以了，速度还算蛮快的。我试了一下这个，这是我第一次尝试N64的 ROM，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反正的话就觉得那个 copy 速度还算蛮快的，但是按照它的机能的话，应该模拟 N64是有点吃力了，毕竟是单核一 G 而已，太弱了。copy 完成，开撸。好像Pi Zero 来模拟这个有点不错。好吧，太勉强它了。可能要流畅模拟这个的话，可能要用那个3B， 可能会比较好。这个太小了，哈哈，玩一下而已。
这什么新鲜玩意儿？是我的口水吧？你是不是给我电话？